这款模型我愿称之为是该系列里面目前最好玩的一款，终于是突破锚点了。全新规的骨架，全新规的外夹，整个造型也是独具一格。那么本次呢，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 SNA 推出的圆桌系列第9代狂暴战锤加拉哈德。SNA 的出货速度一向很快，相信不少人已经玩上了这款模型啊。这次的体量真的非常大，对比于豪华版的帕西瓦尔呢，盒子都会大上不少。同时，本次的板件呢，也是保持了 SNA 一贯的水准，非常棒的锐度，整个刻线呢也是非常清晰，水纹基本是没有的。骨架方面呢，也有全新规设计一些骨架内构的细节，整体的分件呢是比较多的，再加上大部分都是隐藏水口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改色的需求呢，板喷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。那么咱们直接来看骨架，首先呢，前面开头也说了突破锚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从内到外，从骨架到外甲全部都是全新规的，没有沿用之前的几代的一些部件或者造型。本次呢也同样是一个完整的骨架，上面呢也有给到很多骨架内构的细节。如果玩过多款的呢，玩到这一款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SNA 一代一代的进步，从一开始没什么细节的功能性骨架，慢慢的增加它的骨架完整度，增加它的骨架细节。本款加拉哈德的体型呢是比较大的，从骨架上看不出来，但是咱们这样装上外甲之后就能发觉啊，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重装骑士，整个体型是非常饱满、非常完整的。在配色方面呢，是最让人眼前一亮的，它与蓝马洛克刚好相反，是一个冷色调。蓝色呢采用的并不是饱和度非常高的，它是非常低的一个饱和度，并且偏向于灰调，整体呈现的呢就类似于灰蓝、雾霾蓝的一个效果，与白灰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并不突兀，显得是相得益彰的。而作为点缀色的玉涂装金色呢，也是通过分件的形式分布在了身体的各处，来强调整个铠甲的一个视觉效果。那么大家觉得本次的造型设计怎么样呢？而加拉哈德属于钢级小队的最后一个队员，整体的体型身高呢是在18厘米左右，也是目前圆桌骑士系列里面体型最壮最高的一个，就连蓝马洛克相比啊，他都会壮上不少。如果你手边恰好有一个格雷斯放在一起，你能相信这两个是一个系列的产品吗？加拉哈德的头部设计比较有意思，它是一个骑士头盔前面翻盖的一个造型，两边呢有个尖角，这让我有点幻视 Fate 里面的莫德雷德。而头部这个面罩呢是有设置一个滑槽的，所以说是真实可以向上翻动的，翻出之后呢就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面部造型了，整个面部也是通过分件来实现的，眼睛这边呢也有异涂装的一个分件，整体更加有骑士的风格。手型部分呢也是全新规的，全新开模，跟之前的通用手型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整个手型的造型呢以及安装位置呢全部都有进行优化，握持手型更加合理了，握持的时候不会掉手指。接着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武器部分。首先是狂战斧，短柄斧头，斧刃这边呢采用的是金色玉涂装。然后呢是战蛮冲角，也就是一个臂甲武器，前面会有一个尖刺，这个有点类似于犀牛的一个造型。与手臂臂甲呢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大小。两个武器翼装搭配上这个尖角装甲的一个造型，这么一看是不是还有点维京战士的感觉？而狂暴战锤加拉哈德怎么能少得了锤子呢？本次模型是附带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锤子。武器方面呢，也同样与先前几弹不一样，它这次呢是采用了大量的分件，甚至还带有了骨架结构，各种色差分色呢也是一应俱全的，底下也有用金色的玉涂装来进行点缀。锤头的白色零件以及握感处呢，全部具有拉伸的效果。整体的尺寸呢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旁边的加拉哈德是大约18厘米，而咱们前面也提到了，本次的手型呢是全新规设计的，握持直接安装在这个握把处，并且阻尼感是比较不错的，安装上去呢也不会过松。为了保证把持的力度呢，也有一个加固零件可以安装在手臂后方的这个接口处，这样子的话，单手握持呢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不过大家要注意啊，这个锤子有70多克，人物只有120多克，所以想要用小臂来支撑整个锤子呢是比较困难的。这个锤子确实是比较重，当然这是一个双手锤，所以说握柄设计的是比较长的，双手呢也可以完美的握持，加上本次脚部是有一个独特的设计。脚部的接地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双手握锤这种大角度的动作也可以不用支架，直接完成自立。而本次的背包呢是比较小巧的一个，上方呢会有一些接口以及一个推进器的样式。大家应该发现啊，背包上方呢会有一条缝隙，这个并不是拼装没拼好啊，这是一个机甲接缝，单纯的一个外观。背包上身之后的效果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上面这边的这个接口呢是可以安装上一个配件，这个配件呢具有收纳的功能，可以将咱们的这个锤子收纳在背后，并且这个配件也是支持一定的角度调整的。适当的调整角度之后呢，就可以实现锤子斜背的一个造型。当然，作为系列的传统呢，背包配件的互换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，大家可以自行的 DIY 搭配。那么最后咱们来讲一下可动，这么大一个东西啊，全新规的骨架可动到底怎么样呢？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头部，头部这边呢有一段拉伸，拉出之后呢，头部的抬头以及低头呢都有一个不错的角度。头部的侧摆呢主要是依靠球冠进行实现的，旋转也没什么问题。
肩胛这边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大角度上抬，来给手臂平台腾出空间的。大家拼肩胛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肩胛的一个角度，不要装反了。肩胛内部这个喷口呢，也是可以上下调整角度。手臂根部是可以向外拉出，拉出之后，整个手臂会有一定的上抬空间，再加上肩胛的一个避让，整个手臂平台呢是可以超过90度的。通过拉出关节呢，也能实现一定的手臂内收角度。大臂处附带平转，手臂距肘呢是双段的关节，整体幅度大概是这样子。咱们说腰部可动前呢，先把裙甲给讲了。首先，两侧的裙甲呢，球关连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后裙甲这边呢，也是正常的一个上翻避让。前裙甲这边就有点意思了，它可以打开解锁，然后向下翻，留出一个非常大的空间。这时候呢，腰部根部有一个外翻的一个机构，这个外翻机构再加上腰部本身的可动呢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不错的弯腰角度了。腰部侧摆呢，依靠上半身的这个关节组，幅度大概是这样子。在腰部的两侧呢，安装有液压杆联动，随着腰部活动的时候呢，就会体现出这个液压杆的效果了。可能外甲不太明显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骨架部分，这时候弯腰跟侧腰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液压杆联动。腰部的旋转依靠胯部的装位也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是帕谢瓦尔的胯部结构，而加拉哈德这边呢，也进行了一个全新规的设计，将它变成了一个直线的。直线下拉之后呢，腿部上方呢会有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，这样子整个腿部的前踢可以远远超过90度。后踢呢，也可以达到一个90度的标准。侧踢这边呢是设置了限位，所以说大概是在80度左右的样子。大腿根呢是带有平转关节的，大家如果想要一个90度的侧踢呢，可以通过这个平转关节来实现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用一个取巧的方法实现90度的侧踢。腿部弯曲呢，同样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整体幅度大概是这样子。腿部弯曲的时候呢，也会带有一定的基础联动。脚部这边呢，为了增加它的接地啊，整个后方这边加了一个白色零件，增加了整个脚部的一个长度，并且这个白色零件也可以调整角度。脚掌部分呢是支持单独的一个角度调节，上方的这个蓝色零件同样也支持单独的角度调节，整个脚呢也支持上摆和下摆的一个调整。整个脚部的旋转没什么问题，接地啊这边是一个斜插，整个接地是比较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接地效果。是不是比较惊讶？这么壮一个机体，再加上外甲的一些干涉，还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可动。从这一款呢，大家就能发觉 SNA 这次是真的开窍进步了。从内部的骨架再到外部的造型，全部都是新规设计的。甚至在说明书上呢，本次也有列举出一个取件表来方便大家拼装。总体玩下来呢，我可以评价这款是 SNA 圆桌骑士里面目前最夯的一款了。那么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模型怎么样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。咱们下期再见了。